Hello， 欢迎来到 Zen 的富人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讲解以太坊 1.0 和以太坊 2.0 的区别，以及此次升级给虚拟货币资产所带来的变化。相信最近一些有在留意币圈的人都知道 ETH 就快不能挖了，很多的矿工也开始在抛售显卡。为什么？因为以太坊的机制将从 POW 转变成 POS。 什么是 POW？ 什么是 POS？ POW 是 Proof of Work， 工作量证明的意思，也就是你有工作才会有收益的意思。而这里的工作呢，指的就是挖矿啦，也就是由矿工们来提供算力，然后来争取这个记录的权限，以获得相应的报酬。所以你们经常会看到一堆矿工愿意购买价格高昂的显卡来挖矿，因为你拥有的算力越高，你能记录的交易的权限就越多，你能获得的报酬也就越高。而 POS 是 Proof of Stake，权益证明的意思。那它和 POW 不一样的地方是，它不再是透过挖矿的方法来盈利了，而是透过类似存放保证金的方式去锁仓。锁仓之后，你就会变成一个认证的节点，这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质押。它会变成一个类似于选举的制度。如果你成为了一个节点，他每次做记录的时候，就会随机在这些有存放保证金的节点中选一个人来做这个记录的节点。由于它是随机的，所以它比起 POW 更加的去中心化。还是听不懂？那就订阅我的频道，然后开启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之后给这个影片按赞和分享。我会举一个例子，让你们可以更加的了解 POS 是怎么运作的。各位可以想象一下，今天你要成为这个系统之下的其中一个节点，你就必须先存入32颗的以太坊去让它锁仓，这样你就可以变成其中一个节点。所以如果你的以太坊越多，你可以锁的节点就越多，你被选为认证人的几率就越高，你的收益也就越高。这听起来还是有利于一些大资金的投资人，但换个角度想，它其实是抑制了有钱人就会越来越有钱的一个状况的。在这里请各位试着想象一下，在现在的 POW 的机制之下，大资金的这些有钱人，他可以去大量的采购显卡，大量采购矿机，甚至是他可以去一些电费更加便宜的国家，或者在发电站的旁边就盖一个房子来挖矿。这对于一些小资金的投资者来说，根本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所以在 POW 的机制之下，这些有钱人的资金的成长，如果画成图表的话，会是长这个样子。但是改为 POS 的机制之后，由于系统是随机选择记录的节点的，所以他们的资金成长画成图表的话，就会长成这个样子。所以 POS 的机制是可以抑制有钱人只会越有钱的状况的。那有的人就会问说，这个节点要怎么确保它的信息不会被篡改呢？那这就是系统向你收保证金的目的。只要有人恶意篡改这个区块链里面的信息的话，那他的保证金就会被销毁。没有人会跟自己的钱过不去嘛，所以也不会有人为了篡改这个区块链里面所记录的这个信息，而造成自己的保证金被销毁。
最后，如果以太坊从泡去到 POS 了以后，对于我们这些矿工该怎么办呢？如果是想继续从以太坊获利的矿工，可以选择把你们挖矿时的收益留着，准备投资到以太坊 2.0 上去，进行一个锁仓拿节点的动作。不然的话，就只能换个项目做了，比如改挖 ETC 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接下来，我会向大家展示如何在以太坊 2.0 透过质押以太币的方式，不需要买矿机和显卡来挖矿，就可以简单又轻松的从以太坊 2.0 上获利。我都不吝啬的分享这些赚钱资讯给你了，你是时候该订阅我的频道，然后为这个视频点个赞了吧，顺便开启订阅按钮旁边的小铃铛，然后把这部影片分享出去，让大家都能轻松从加密货币中稳定获利吧。让我们进入教学 ，Let's go！ 首先登录到你的 Binance 账户，如果还没有 Binance 账户的朋友，可以点击下方资讯栏里的链接去注册，也可以扫屏幕中的2维码注册。登录之后，去到币安理财这里，你可以找到很多让你囤币就可以赚取利息的东西。我们点 Staking， 你就可以看到 ETH 2.0 锁仓。那它有什么好处呢？它的好处就是你不必到以太坊区块链上质押你的以太币，不需要弄区块链、DeFi 那些东西，就可以直接在这里质押。你在 Binance 这里质押一颗 ETH 的话，它会以1:1的方式给你一颗 BETH 作为质押的一个凭证，所以你每在这里质押一颗以太币进去，你就会得到一颗 BETH 作为你有质押的一个通证。但这里要注意的是，你的 BETH 必须要等到以太坊 2.0 正式上线之后，你才可以出金，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锁仓啦。然后出金的话也是1:1的，这点很重要，你一定要记住。那只要你钱包里有 BETH 的话， Binance 就会每天给你发利息。但是这里它就有个漏洞，我们可以利用这个漏洞，在你质押的当下就直接拿到 4% 的收益。怎么做呢？我们去到这里搜索 BETH， 你就可以发现 BETH 对 ETH 竟然不是刚刚我们在那里质押时候的1:1，而是 0.96:1， 也就是说比起 ETH 来说， BETH 是个便宜 4% 的加密货币。可是刚刚我们说过，你出金的时候 BETH 和 ETH 是1:1兑换出去的哦。也就是说你现在只需要花 0.96 ETH 就可以买到1 BETH， 然后以太坊 2.0 上线，我们出金的时候却可以以1 BETH 换1 ETH， 现赚 4%。 你也不用担心用这样的方式买 BETH， Binance 知道的话会不会怎么样，因为你是在 Binance 他们自己的平台交易的嘛，所以你用这个方法买 BETH 的话，你就已经是质押了以太坊 2.0 的 ETH 了。然后以后到分发这里就可以看到你的账户里每天都会有利息进账。那由于我这一个只是一个展示账户，所以里面是没有任何的历史记录了。在我的主账户的话，我是已经持有 BETH 很长一段时间了，而且都是真的有领到利息的。那为什么 Binance 里会有这个漏洞呢？其实它也不是漏洞而是有其他原因导致 BETH 的价格会比 ETH 还便宜。比如有些人会担心 Binance 倒闭，但我是不担心啦，因为 Binance 毕竟是世界前10的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如果连前10都倒的话，那其他人更加不可能做起来。
所以这里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 BETH 在市场上的数量会比 ETH 多一点，因为 BETH 它会一直发嘛，但 ETH 它不会一直发。但是如果你像我一样是想持有 ETH 的部位直到以太坊 2.0 上线的话，而不是炒短线然后看到市场跌你就 panic sell 这种，那这个方式会非常适合你，然后先赚 4%， 爽爽的。那以太坊 2.0 我们暂时讲解到这里就结束了，希望可以帮助更多人了解以太坊 2.0 的变动，以及了解 POW 和 POS 机制的运作方式。然后记得为这个视频按赞和分享，把这个频道订阅起来，开启小铃铛，因为下期视频我们就会讲解未来的经济模式 DeFi 2.0。如果还不了解什么是 NFT 的话，可以去看我的上一部视频，什么是 NFT， 为什么 NFT 可以让一幅画卖6900万美金的影片。而想要买卖 NFT 的，则可以去看我之前发布的如何在 OpenSea 卖出你的 NFT， 如何创建 MetaMask 虚拟货币电子钱包的那部影片。我是 Zen， 我们下期视频见。